2025年2月11日，马云高调回归现身阿里巴巴，随后参加了民营企业座谈会。这次亮相让外界重新审视阿里巴巴的未来，也引发了对民营资本监管风向是否变化的热议。马云回归后，阿里巴巴的股价强势反弹，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名字也浮上水面——肖建华。要知道，如果马云代表了互联网商业的辉煌，那么肖建华则是资本运作的魔术师。一个回归，一个陨落，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曾经的资本大戏的台前幕后。1972年，肖建华出生于山东泰安肥城县安家庄镇，14岁考入北大法律系。在北大期间，肖建华不仅拿下北大学生会主席，还兼任全国学联副主席，风头一时无两。但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北京大学成为学运的风暴中心。王丹、柴玲等人站上了时代浪潮，而身为北大学生会主席的肖建华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在那场大风大浪中，他没有站在抗议者一边，而是选择了谨慎和务实，甚至在运动升级后，立场逐渐倾向于官方，支持政府维稳。这波操作让他全身而退，与那些被清算流亡海外或锒铛入狱的学运领袖形成鲜明对比。6·4事件后，中国政府一边镇压异见人士，一边全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曾经的抗议者们在政治寒冬中步履维艰，而肖建华则因政治可靠，成为政府青睐的人才，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毕业后，肖建华没有走传统的法律职业道路，而是选择投身资本市场，成为中国资本游戏中的幕后操盘手。1999年，他创立明天系，靠着一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手法，在金融行业狂飙突进。2000年到2010年间，明天系版图急剧扩张，掌控了包商银行、天安保险、恒泰证券、新时代信托等金融机构。守卫银行、保险、证券、信托4大金融牌照，打造了一整套资金闭环。游戏规则很简单，用杠杆撬动一切。保险公司利用保费进行投资，信托公司通过资金池模式滚动融资，银行提供贷款支持，让资本流动不断循环。肖建华先拿 A 公司的股权质押融资，获得资金后投资 B 公司，再质押 B 公司的股权去投资 C 公司，无限循环，杠杆一路拉满。通过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私募基金等影子银行渠道融资，避开传统金融监管，杠杆率轻松飙到20到30倍，甚至部分业务突破100倍。靠着这套魔术般的资本运作，肖建华迅速成为金融界的隐形大佬。到2016年，胡润百富版估算他的身家已达400亿人民币。他极少公开露面，但明天系却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渗透了数十家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掌控了天量资产。但在资本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明天系的崛起绝不仅仅是肖建华个人的金融手段，更
更离不开复杂的政商关系网。2014年6月，《纽约时报》挖出猛料，点名肖建华与中共高层权贵家族关系匪浅，甚至直接帮助他们赚钱。《纽约时报》翻查公司登记记录，发现肖建华的企业多次在交易中让权贵家族获利，其中2宗交易最具代表性。2009年，明天系旗下上市公司包头明天科技斥资3.5亿元人民币，从北京昭德置业收购了一家丽江房地产公司。问题在于，昭德置业的老板李伯潭是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女婿。2012年，一家中国影视公司以3000万美元收购詹姆斯·卡梅隆的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领域。资金幕后推手是谁？肖建华加车锋，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而这只是冰山一角，肖建华的资本帝国不仅是金融杠杆的奇迹，更是政商合谋的产物。2024年7月，《纽约时报》的一篇调查报道揭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肖建华与马云曾有深厚的商业联系。2011年9月，马云对一群斯坦福大学的听众说：“他们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在做生意上，对不起。” I've said again and again in the past 12 years, every time I speak out of China, if you meet somebody come to you say, I have a strong 关系 with that mayor, forget about this guy. The only 关系 is the 关系 with the customer. If the customer love you, the government will betterly love you. Trust me, they need the tax. They need the jobs. But if you want to pick around, you're in trouble. So I don't believe that, because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past 12 years, as I was in love with them, don't marry them. Always. I love them. Every time they come, I tell them the truth. I do everything they tell me. Yeah, okay, right, let's communicate. But do business? Sorry. My friend does business with government, not me. 但就在马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的同一个月，一家鲜为人知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空壳公司 Financial Giant 对阿里巴巴投了2500万美元。Financial Giant 的所有者是一名名叫赵冰冰的24岁女子。2家瑞士银行瑞银和 J.Safra Zeracing 为他的公司开设了经济账户，从而为其合法性提供了支持。而他来自一个为肖建华担任代理人的家族，他的阿里巴巴股份是为肖建华代持的。目前尚不清楚马云和肖建华最初结识的方式和原因。2018年，中国一家社交媒体网站上出现了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显示2人在一家餐厅里互相敬酒，身边的服务员穿着和服。2010年，马云与于峰联合创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云峰基金，投资者可以提前得到投资他公司的机会。而肖建华的代理人之一赵冰冰在2011年左右通过云峰基金获得了阿里巴巴的股份。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的 IPO 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一次募股。而肖建华通过代理人投资的2500万美元，当天飙升至 1.6 亿美元。马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一天，在镜头前，他笑容满面地与朋友和同事合影。其中一名矮胖男子在阿里巴巴制作的一段记录这次 IPO 的视频中短暂出现。这名男子名叫黄有荣，是一位商人，他的妻子是中国最著名的女演员赵薇。黄有荣和马云一起参与了一些重大交易，在这些交易中，黄有荣就是肖建华的代理人。2014年，阿里巴巴收购了影视制作公司文化中国，将其更名为阿里影业。但是前公司的账目被发现存在会计违规，然后这笔收购立刻遇到了问题。阿里巴巴影业的股票被暂时停牌，在复牌2天前，黄有龙和妻子花了大约4亿美元从文化中国前董事长手中收购了 9% 的股份。
这对夫妇用肖建华一家公司的钱支付了这笔费用，肖建华的公司为收购提供了 60% 的资金，并以 8% 的利息私下借给黄有龙 1.25 亿美元，以买下这对夫妇持有的 40% 股份的大部分。这笔投资很快就得到了回报。2015年4月，阿里影业的股价飙升。几天后，黄有龙卖掉了他持有的部分股票，获得了7500万美元的利润，4个月的回报率达到 144%， 而肖建华的公司也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金额。就在黄有龙套现所持阿里影业股份时，马云的投资公司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一项新业务——瑞东集团。这是一家香港经纪公司，由美国安保承包商埃里克普林斯的业务伙伴经营，他们将公司更名为云峰金融。这笔交易的谈判花了数周时间，黄有龙和赵薇都经常出现在谈判中。黄有龙此时充当了马云的耳目，瑞东的高管向马云和其他投资者出售了控股权，并以极低的折扣向他们发行了新股。当马云参与创办的公司进行了投资的消息传出后，瑞东的股价飙升了 150% 以上。而肖建华的网络为成为最大股东，还额外支付了一笔费用。黄有龙与肖建华控制的一家公司签订的一份合同显示，他们必须向一名未指名的受益人支付 1.9 亿美元的额外费用。这实际上使他们的投资价格翻了一番。纸面上，黄有龙自己保留了 10% 的股份，但一份电子表格显示，就连这 10% 的股份也是从肖建华的公司贷款获得的。交易敲定数周后，马云的商业伙伴于峰的前妻从肖建华对云峰金融的持续兴趣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他从中获利正好超过 1.9 亿美元。2017年，中共政府终于将肖建华锁定。同年1月，肖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被蒙头带走，押送回内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明天集团的股票被恐慌性的抛售了，其中包括云峰金融的逾6000万美元资产。肖建华作为中共权贵看门人的角色结束了，但他与马云的财务关系却没有结束。此时，蚂蚁集团正成为马云的新宠。肖建华虽然遭秘密关押，但根据连线中国的姊妹公司 Wirecard 掌握的数据，他名下公司控制了蚂蚁金服大约 0.1% 的股份。蚂蚁金服的估值超过3130亿美元，如果 IPO 如外界预期的那样进行，即使这一小部分股份的价值也将达到 3.07 亿美元。公司记录显示，肖建华的一名员工是某基金的最大单一投资者，该基金由马云的朋友及其亲属组成，其中包括电影明星赵薇的母亲。该基金由云峰金融管理，是蚂蚁金服的最大股东之一。随后，中共政府有关部门起草了控制私人金融体系的新规则，于是后来才有了马云在上海外滩的一次著名的演讲。比如在数字金融方面，巴塞尔协议比较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它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的问题。欧洲那些老化的体系系统极其复杂，但是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正好相反，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而是中国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随后，蚂蚁集团的 IPO 被紧急叫停，中共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并将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纳入类似银行的监管体系。阿里巴巴随后被反垄断调查，并在2021年被罚款182亿元人民币。从那以后，马云和他的公司遭遇了重大打击，马云和肖建华的一些朋友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黄有龙因拖欠数千万美元债务在香港遭到起诉，从此销声匿迹。而他的妻子赵薇在同年被全面封杀。2022年8月，肖建华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使用资金、贿赂等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明天，集团被罚款550亿元人民币，曾经的资本巨鳄就此落幕。无论如何，这场资本大戏仍未落幕。马云在2025年2月的高调回归，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还是一场新的博弈的开始呢？订阅、点赞、评论区等你哦。